殿下，将军，国丈府那边燃起了大火，看样子是暗河影。琅琊王呢？在风小寺遭遇伏击，不过似乎并无大碍，此刻已随青龙使李新月回城了。先退下吧。影宗果然是废物啊！本还想靠这一次，让影宗和琅琊王一派两败俱伤呢。也罢，也罢，影宗一灭，父皇对琅琊王的忌惮也就更深了。那么接下来就要开始我的棋局了。宇哥，哎，到底谁才是大家长？怎么一上来都不叫我一声？你们碰上的那群喽啰，如何了？昌黎他们在处理尸体，风小寺仪式结束了，七刀叔就先回去了。至于穆此林那边，他说他要先回客栈疗伤。等宇哥处理完之后，去给他把毒解了，自此之后和安和便无任何瓜葛。好，我一会儿便去。喂，本来想先回客栈等你们的，没想到在这儿先聚上了。你又乱来。你这内力都快耗尽了，又要用我不少好药。没有乱来，尽力而为。他可以作证。啊。你的话我可不信。我和雪薇去昌黎那边看看，若是已经处理完成，我们俩就先回本家了。小神医，上回要杀你，对不住。无妨无妨，立场不同罢了，不必介怀，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再会。再会。再会。快滚！不带上你的好兄弟？本就默认你同我一起去。在问卷楼中，我知晓了一些关于吴建成的人和事，得去趟家园。家园？你们怎么还坐在这儿喝茶？东西都收拾好了？我们出来杀人当刺客，要收拾什么东西啊？狗爹先我一步回南安城了，你们怎么说？一道走，还是回安河？我有些事需要处理，等处理好了，再来南安巡神医。好。下去吧。是。陛下，这么早来巡谷，是有什么事吗？昨夜影宗府邸大火，国丈爷义卜被烧死了。义卜死了？是，火势非常大，整个国丈府都烧没了，死伤无数。也就是说，影宗从昨夜起
便不复存在了。用做的这么决绝吗？唉，一山不容二虎。更何况，他一直都不喜欢义伯。真的是他做的吗？昨天有密报传到宫中，说他昨晚并不在自己府中。做的这么决绝，倒不似他的做事风格。可是我们的这个王爷，也和以前很不一样了，不是吗？罢了，说是失火，那便是失火吧，交给大理寺处理一下。遵旨。宣妃那里知道这个消息了吗？今日一早，七皇子殿下便进宫了。现在想必宣妃娘娘也该知道了。为什么暗河会帮助我们覆灭影宗？你认为是我找的暗河？之前他们对我的刺杀都是铺垫出来的假象？不是我认为，是天启城的人都会认为影宗的覆灭与你有关，而你的那位兄长也会这么认为的。那就让他们这么认为吧。可我不认为你会选择这样的方式。所以你我会成为朋友啊？此事与我无关，可以说是义布他自己作茧自缚。暗河的苏昌河和苏沐雨都是很了不起的人，他们说要改变暗河，我觉得这不是大话。他们已经斩断了身上所有的丝线，不再是别人手中的傀儡，剩下的枷锁就只是人言与偏见了。可这才是最难的呀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助他们一臂之力。苏沐雨，苏沐雨，咱们一起去听曲儿啊！苏，此去一别，也不知何时才能回天启城。希望再次回来之时，能真正心无旁骛地走在长街之上吧。是心无旁骛的走在月芳之中吧？那是你父亲所想。你这个臭小子，又在开这俗的玩笑。昌河，我们一定能实现我们的理想吧？你那也叫理想？别人的理想都是当为国为民的大将军，或者是拯救苍生的剑侠客。你，唉，你只是想做一个普通人啊。那你呢？你的理想可以被称为理想吗？那是自然。我不仅要带领暗河走到那阳光之下，我更要成为那光芒。好，那我便做你的剑。驾！那我就为你们疗伤吧。要是医不好的话，就只能让我爹给你们搜丝喽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这里便是家园了，怎么看起来有些寻常？所谓家园，本就应该寻常，不是吗？哼，什么话都让你给说了。
你不是说很快就会来找我的吗？怎么很快就变成了很多年？是啊，一过便是很多年了。对了，这是昌河，如今的暗河大家长。我是昌河，是苏沐雨最好的兄弟，以后你叫我昌河大哥就行。这是昭妍，萧昭妍，自小我俩一块在无间城长大，算是我妹妹。沐雨哥哥，我咋觉得你这像是在做媒呢？我刚刚打趣他，他现在在报复我呢。哎呀，暗河一年赚那么多银子，结果所谓的家园就是一个穷村子，这老爷子未免也太小气了吧？我们这里餐餐有肉，顿顿有酒，怎么就穷了？我看你就是没有见过真正的穷。从这里以外，在17里的那个村子，他们那些人吃顿白米饭就算是过年了。你别理他，穷惯了，突然有钱就这样。哎，什么叫突然有钱啊？你忘了那南安城地下埋了一地的白银？我觉得我们这儿挺好的，不要你的银子。你知道我们这里都住着些什么人吗？我自然知道，都是些和暗河有关，但是又不想陷入江湖纷争的人。昭妍这里有客人呢。邪墨叔叔，快请坐。昭妍，去给叔叔倒杯茶。好。苏昌河，苏沐雨，是苏家人。敢问前辈贵姓？我与你们同姓，只是我离家之时，未曾听闻二位的名字。按说当时，你们应该已经出生了，但我们却听过前辈的名字——七剑追星苏邪墨，曾经的代号是追魂鬼，因为你可以为了杀一个人而追上3000里。不过，听说前辈已经死在了漠河之外的荒漠里。没想到竟然身处家园啊！我活了下来，只是失去了做杀手的资格。大家长怜悯我，把我安置在了家园，保卫家园的安全。对了，你们好像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我们是无名者，但我现在已是暗河的大家长，而我身边的这位是如今的苏家家主。哦，既然是这样，那这杯茶当由你来喝。那我便却之不恭了，笑纳。不愧是大家长，好功夫。我再给师道一杯。既然你们已经来到了这里，就说明老爷子已经死了。如今暗河的掌权者变成了无名者出生的你们，一定是发生了一些大事。那么，你们到此的目的是为了……你们到此的目的是为了……你放心，我们来这里并无任何目的。萧昭妍是我妹妹，她在这里也是因为当年我拜托大家长安排的。原来如此。
那我便不打搅各位了，告辞。这人还真是有趣啊！他知道了我们的身份，略微有几分惊讶，但是剩下的就是想离我们远远的。这里的人最怕的就是又和暗河摊上关系，像邪墨叔叔这样隐退的人不在少数。若是将他们重新收回暗河，也是一股可怕的战力。所以他知道你们的身份后，确认你们不是为他们而来，便立刻走了。若是为他们而来，便是会有一些麻烦。哎，不说了。你不是说顿顿有肉，餐餐有酒吗？肉呢？酒呢？自家酿的烧酒，烈得很，你敢喝？千杯不醉。你居然敢在大白天来舅舅府上求降，说明你已经说服了3家之人。是的，爷爷他们已经答应跟殿下合作了。很好，识时务者才为俊杰。义卜若能明白这个道理，也不至于落到这个下场。而你做了对的选择。从少时起，我便奇怪，为何影卫们可以来去自如，而我们3家却只能守在万卷楼周遭，做他义卜，做他影宗的后院守卫。直到我看见了苏沐雨，我才明白我这些年的不服不愿，到底是为了什么。苏沐雨他不甘心做影宗的影子，难道我便甘愿吗？爷爷他们老了，而我却年轻，而年轻者便是敢于闯出旧天地。大皇子殿下，我愿做一支利剑，等待您松手离弦之日，助我之声名响彻天下。到那时候，再瞧瞧，是江湖木鱼里的剑厉害，还是朝野风云中的剑厉害？好，很好。对了，那一晚，他们2人已经带走了属于自己格子里的那份信纸了吧？带走了。很好。暗河易主之后，义卜就命人将里面的东西都取走了。大皇子给他们的是假消息吗？不，自然是真的，甚至可能比原来的那一份还要更加详细。因为消息是我很多年前从白小堂手中买过来的，那时的白小堂还并没有被琅琊王的势力所染指。殿下为何要帮他们？因为很快他们就要帮我了。雨墨姑娘，替我关注一下天启玄武使的动向。我跟他有过约定，不过昨日我去内卫司，他们的人说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了。如果有他的消息，他回天启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哦，是。什么千杯不醉啊？才一碗老烧酒就醉倒了。昌河有一个神奇的能力，想喝醉时一杯便醉，想清醒时，即便你把整个村子的酒都搬来，那也是千杯不醉。那他今夜为何选择一杯就醉呢？因为他知道，有些话，我要和你单独说。什么？
我在天启城的万卷楼中找到了当年的隐秘，也知道了吴建成覆灭那一夜涌入城中杀手的身份。是谁？安和。真的是安和吗？当年，安和奉命派出杀手93名，协同卓玉洛的几名亲传弟子，发动了吴建成之乱。卓玉洛全家上下67人，唯有年幼的少主存活。任何大道士被安和所擒。吴建成少主天生剑体，苏家家主垂涎其天分，故特地安排进入炼炉，以无名者身份备有，以待日后成为苏家战力。安和。是，我一直寻找的罪魁祸首，原来就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。动手的杀手93人，存活下来18人。这上面的名单我都看了，每一个是我熟悉的。因为他们都在日后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被杀害。你可以看看。苏邪墨，往下念。苏笑言、谢水桃、穆天泽，这些人你都熟悉吗？这些人全部都在家园里。明白了。宇哥，你要去做什么？我只是去问些问题。你在这里等着我。里面的人若是醒了，那便让他好好待着。宇哥，放心，总不能昨日还说这里是家园，今日便把整个村子给屠了。苏邪墨住哪儿？村口第3家。好，小心。前辈好雅兴，很多年的习惯了。喝上一壶酒，吃上一碟花生米，是我每日唯一快乐、轻松的时光。我理解。今日见你的第一面，我就猜出了你的身份。你和你父亲年轻的时候格外的相像。我的剑法和我父亲当年比起来，也并无逊色。你的伞是你的剑，我的伞中藏有18剑，
这屋里屋外加起来共18人，刚好1柄剑，取一条你们的命。不愧是苏家家主，一早就看中的孩子，居然重现了18剑阵。你们这些人应该都已经死了，为何会出现在家园之中？当年提魂殿下了这个任务，大家长本意是拒绝的，因为灭掉一个无剑城所带来的影响太大，会动摇安和的根本。但提魂殿的态度很坚决，因此安和损失惨重。93名最顶尖的杀手，最后只回来了这18人。而这18人在日后执行任务的过程中，都遭遇到了追杀。没有人能提前知道安和杀手所接的任务，除了提魂殿。没错，大家长也怀疑是提魂殿和下丹的雇主合谋，要杀人灭口。暗河之中从来都不存在所谓的杀人灭口的事情，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雇主的信息，没有灭口的必要。但那一次不一样，雇主想要的是无剑城中那些珍藏的剑谱。当我们的人冲入城中的那晚，他们那些潜入的人正在争夺无剑城中的剑谱，而我们两方人马在很短暂的时刻产生了错误的交锋。正是在这次交锋的过程中，我试探出了对方所用的剑法。成剑上9天，冷影落黄泉。没错，是9天剑法。无双城，莫急，此剑一出，天下无剑。可偏偏号称天下无双的第1武城，赖以成名的也是剑。无双城，这个答案还真是令人心寒。为何心寒？因为我的父亲曾称赞过前任无双城城主刘云奇的剑法，对他隐有相惜之意。只可惜，苏公子，我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了，但我也有一些话想对你说。我们这些人和你没有任何的情感，也不存在任何的愧疚。安和听令行事，你也是一样。所以，今日若你想复仇，我们必定杀你。我若要寻仇，找的也应该是卧道之人，这点我明白。更何况，入了家园，这一生的罪孽荣光都将洗尽，这一点也不会有任何改变。苏家主，多谢。我们这些人已经很多年没有动过刀子了，现在挥起锄头来，可比挥剑来得更熟练。告辞。
桃儿，怕他做什么？咱们这么多人，还怕杀不了这么个小子？恐怕还真杀不了。18剑战可不是闹着玩，更何况……桃儿，他什么时候来的？已经来了很久了。刚才我们现身的时候，门外这人就已经动了杀气。如果我们真的动手，他一定会冲进来的。他是暗河这一带的大家长，苏长河。苏长河，有意思。那他身上这股气息是？他练了研魔掌。我听说，这是一门被诅咒的武功，但凡修炼此等武功的大家长，都不得善终。我不相信这种说法，只因我们这样的人，大多都没有善终，所以才显得似乎每一位修炼研魔掌的大家长都不得善终。说给员外那位听的话我已经说完了。苏沐雨，我们该执行自己的计划了吧？长河，我无法背叛大家长。愚蠢！这次三家铁了心要磨你，我会为你铺好路，你只需要做好握住绵龙剑的准备。你怎么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啊？你永远都是这么天真。大家长与我二人皆有恩情。恩情？他们培养我们是为了替他们去杀人，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这可笑的东西。只有你真的把安河当成了自己的家。而我却始终做不到这一点。对于我而言，这里只是一个交换利益的地方罢了。他给我们庇护，我们为他杀人。所谓的家人，不过是虚伪的说辞。苏沐雨，哲叔就在外面，若我们一起动手，你还能活下去吗？若哲叔与你联手，我自然不是对手。但凡事总要一试。你要是说得通，你就不是苏沐雨。我真傻，和你白费这么多口舌。慕白，在里面偷听的可还痛快？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因为那个让你来此候着的消息，就是我给你的。哼，咱们都是同族，就该互通有无。谁跟你是同族？苏长河，你给我等着！长河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大家长这次一定会死，我也一定要拿到梅龙剑。所以，好好想一想我们当年的约定吧。苏沐雨，你去做安河的魁，以后成为大家长，统帅三家，把我留在苏家，继承苏家家主之位。
这马车真有意思啊！如此之大，却能行驶平稳；如此之重，却能日行100里。这是搬家搬三爷捣鼓出来的玩意儿，能不有意思吗？坐好这架马车10日以后，他便死了，生病死的。那我若是治好了大家长，我不会得病死了吧？神医多虑了，你可是神医呀！暗河之乱已经开始，不出10日，我们便会得到一个结果，让暗河的水蔓延整个江湖，涌入天启。长河，或许这一次，你我要对彼此真正的拔剑了。这么多年为我点灯的童子，他是唯一一个任务结束还能够活着的。要带他回去吗？不必了。都快死了！17号。欠你一只手，还你一条命，算你赚了。多少暗涌的情绪，不舍的挣扎，漫漫长夜中寻你挣扎痛的憋气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偷听到你们的任务点，逃出来寻你，我来接你回家。那地方也能算是家吗？有家人等候便是家。你弟弟还在哪里？如同宿命随波往点去着谁能趟过黑暗的河？我也在。辗转悲欢离合，恋恋不舍，思念在夜里醒着，心不由我，情字总无法逃脱。怎么总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反正每次你都会及时出现，我狼狈点儿，也没什么问题。鬼哭院的试炼马上要开始了，各家主唤我们回去。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那里会有彼岸憧憬一生唯一点光静静颜色。想必你们已经有所了解，待会儿时辰一到，你们就会前往鬼窟渊。每组10个人，只允许留下1个。第一组86号、18号、74号、
42号、34号、26号、17号。第一组的最后一位，63号、63号。谁惹了木丘兄啊？生这么大的气！穆子哲，你明知这二人是我苏家属意的，你这般行事，是要与我苏家为敌吗？别给我扣这么大的罪名，我可不敢。我只是在尽我总教习的职责罢了。职责？不把过强的两个人放在同一组，这是三家都默认的。你就不怕我上报提魂殿吗？等他们情深意重，把彼此看成兄弟的时候，再让他们自相残杀。合作在一起，不要走散了。看起来也没有办法与你走散了。全都来了。谁都知道你们剑术高超，与其1对1跟你们单打独斗，还不如合力把你们都杀了。我们剩下的再斗，还有几分生机。那便来吧。八戒真，刀剑不持，勾手戒备，决一切生机。要胜此战，唯有一途，下入绝处。我为儿。要破八戒阵，唯有牺牲一人才能找到突破之口。我们两个同时上，算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我来。那我走了。破茧之口。
只是我们2个人了，所以。 你疯了吗？你这疯子，停下来！我跟你说过，你的恩情，我迟早会还的。我不需要你还，你此前替我做点灯童子的时候已是还了。暗河的规矩，10个人只有1个人能走出鬼窟园，成为3家之人。 你若不成我的情，我们2个人都得死啊！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去和他们说，他们想要最顶尖的刺客，而我们俩是他们这些年里遇到最好的种子，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的。你太天真了。 把手放开！你把手放开！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